楚弘毅三人被驱赶出去后，楚风回到楚氏天族的消息也是迅速传开，不仅小辈们闻讯而来，就连楚氏天族内的那些长老也是纷纷来到了这座内。原本这座宫殿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可是今日不同往日，楚宣正法与楚汉鹏商讨后，便允许今日之内任何人都可踏入此殿，所以这原本充满威严之气却空空荡荡的浩瀚大殿内，竟然在短时间内就变得人满为患。虽然大家都认识楚风，可是真正与楚风关系好的其实并不多。现如今的楚风已经不是当初的楚风，大家虽然很想与楚风套近乎，可对楚风却也有着敬畏之心，毕竟当初他们可都是给过楚风脸色，说过楚风坏话的。长辈们不提，小辈之中敢靠近楚风的，自然也就是楚清等人。说来也巧，楚清、楚浩言、楚怀宇、楚双双四人就像是提前约好了一样，竟然是同时来到这大殿之内，看到楚风便直接冲到楚风身前，将楚风围在了当中。楚风，你是怎么回来的？是灵狐天族所为吗？楚风弟弟，你没事吧？当楚清、楚双双等人看到楚风后，更多的却是关切，毕竟他们可都是被灵狐命爷给逼出来的，而他们也能猜到楚风在祖武修行界内的情况自然是非常的糟糕，所以当看到楚风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楚风应该是被灵狐天族给逼出来的。我是自己出来的，楚风说道。楚清等人有些茫然，见状，楚风则是赶忙补充道，不是灵狐天族的人将我驱赶出来的。不是灵狐天族，那你为何要出来？楚浩言等人同时问道。对于楚风的这个答案，他们显得更加的迷茫与不解。现在的祖武修行界已经不是灵狐天族说的算了，而是我楚氏天族。楚风说道。现在的祖武修行界是我楚氏天族说的算，那灵狐天族呢？楚浩言问道。灵狐天族的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祖武修行界。楚风说道。离开了？为何呀？楚双双眨巴着大眼睛问道。楚风弟弟，到底怎么回事啊？楚清开口问道。莫说他们这些人，就连楚宣正法、楚汉鹏这些楚氏天族内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也是眼巴巴地盯着楚风，想要寻求事情的答案。毕竟楚浩言等人回到楚氏天族已经有些时日了，他们虽然没有提起过楚弘毅等人背叛楚氏天族的事，可是在祖武修行界内发生的大事件却全都告知了族人，所以楚汉鹏、楚宣正法等人都是知道，如今祖武修行界内的霸主乃是灵狐天族，而面对灵狐天族的霸道统治，楚风则是发起了反抗。正因如此，楚清等人才被灵狐命也逼出了祖武修行界。其实离开祖武修行界后，楚清等人都很担心楚风，但是现在楚风过了这么久之后才回来，回来之后不仅毫发无损，精神状态也是非常不错。而他先前的一番话语，也是让人们知道祖武修行界内定然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现在他们都很想知道祖武修行界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楚风也没有卖关子，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众人。在听楚风讲述的途中，在场之人无论老一辈还是小一辈，脸上的表情就开始不断的变化。而当他们得知楚风不仅将灵狐天族驱赶出了祖武修行界，还凭借那座大阵的力量，让楚平等人统治了祖武修行界，甚至楚氏天族的后辈再度进入祖武修行界，也同样可以继续统治祖武修行界后，莫说小辈们兴奋的尖叫欢呼，就连老一辈强者们也是满面笑容。楚风，你小子可真是不得了啊！你爷爷与你父亲虽然也曾统治过祖武修行界，但也只是他们在的时候，而你小子居然在你离开后，也可让我族统治那祖武修行界，这一点连你爷爷与你父亲都是不如你啊！楚宣正法很是兴奋，毫不吝啬地对楚风夸赞起来，发现那大阵的乃是我的爷爷，助力那大阵孵化而成的乃是我的父亲，我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其实没有一点功劳可言，又怎能与我爷爷和父亲相比？楚风苦笑着摇了摇头，他这可不是谦虚，而是就是这样认为的。你可就别谦虚了，说着简单，做着难，就算那大阵已经孵成，但也绝对不是谁都能够将它掌控的。楚宣正法说道。没错，世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小子就别谦虚了。在此之后，在场的其他长老也是笑着对楚风说道。楚风，你这修为一直隐藏着，现在到底是何修为，也该让我们知道了吧？忽然楚浩言说道。对啊，楚风，你居然连我们这些长辈都瞒着，这可不对了，快别遮遮掩掩了，让我们看看你这个从祖武修行界荣耀归来的小子到底成长到了何种地步。楚宣正法也是以玩笑的语气说道。今天的他当真是高兴坏了，尽管没有亲眼见到，可是当他听闻楚风在祖武修行界内的所作所为后，就宛如看到了楚轩辕当年的影子一般。他深知又一位将名震祖武星域的天才出世了，而这个人则再度将被负楚氏天族的名号，这个人便是楚风。对呀，楚风，快别隐藏了，让我们看看现如今的你到底成长到了什么地步。楚风，你就别瞒着了，你也不用怕我们接受不了，自从你小子回到族中做的哪件事不是惊天动地的，我们早就习惯了，就算你突破到武仙境，我们也能接受。就是，快别藏着了。楚宣正法此话说出后，在场的其他人也是纷纷开口起哄，他们有说有笑的，倒也是非常的热闹。诸位前辈，实在抱歉，因为我之前在祖武修行界内布置大阵，必须将体内的修为封锁，从而忘记了楚风并非有意隐瞒修为。楚风此话不假，他的确不是有意隐瞒的，并且他是将修为封锁，而不是隐藏了起来。所以楚风想要释放出真正的气息，倒也是需要一点手段。此刻楚风说完话后，便立刻单手捏诀，武力游动，楚风体内的封印之力也是开始纷纷解开。忽然，楚风衣衫飘动，自他的体内那修为的气息便散发而出，在场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何修为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楚风此刻的修为五品武仙。楚风，你居然踏入了五品武仙！当感受到楚风的气息之后，莫说小一辈的人，就连老一辈的人也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明明先前还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此刻仍旧是露出了惊叹的面孔。这也不能怪他们，在他们的预料来看，楚风的修为能够提升到5仙就已经很是不可思议了。可谁能够想到，楚风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了5品5仙的境界？要知道，楚风进入祖武修行界的只是过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已，这样的进步速度着实太可怕了一些。楚风，你也太恐怖了吧！本来还想着奋起直追，与你拉近一点差距呢，你现在居然5品5仙了，这让我们怎么追啊？你这也太打击人了吧！楚浩言以埋怨的语气对楚风说道，可是他的脸上挂着的却分明是笑意。之前与楚风为敌时，他的确希望楚风的修为进步的慢一些，那样才能对付楚风。可是现在，他却希望楚风的修为进步的快一些，越快越好，因为他知道唯有楚风才能为楚氏天族争光。不仅楚浩言如此，就连楚桓宇也是如此。见到这一幕，旁人却是吃惊的。毕竟楚浩言与楚桓宇这二人与楚风可是有着很深过节的，那可是真正的深仇大恨啊。可是现如今，他们两个居然对楚风有了如此大的态度转变，不仅忘记了当初的恩怨，竟然还如同好兄弟一般。这样的转变让人惊叹。先不说在祖武修行界内发生了什么，楚风这个人魅力当真是不一般。当楚风的修为释放而出后，这大殿内的气氛则是达到了最高点。楚风成为了大殿内唯一的焦点，是所有小辈羡慕与倾慕的对象，是所有长辈欣赏与夸赞的对象。而在大家都围着楚风团团转的时候，人群某处一个非常不显眼的角落，却有着一张复杂的面孔。这是一个女子，楚月。楚月原本是楚风最信任的楚家人，也是楚风最先当作亲人的人，可却因为他当初的一己贪念，而导致现在成为了陌路人。此刻楚月的心中非常的痛苦，当楚风越飞越高，他便越痛恨自己当初的愚蠢。他很后悔，是发自内心的后悔，因为良心的发现也好，还是单纯的因为楚风的强大也好，他的确是后悔了。可是他却连与楚风说话的勇气都没有，甚至他都不敢出现在楚风面前，因为他也觉得他不配。想到这里，楚月抓紧了自己的衣衫，眼中2行悔恨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脸庞。这大殿之中到处都是人，楚月的身旁也皆是人，可却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渐渐被泪花打湿的脸。楚风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着，可是他哪怕哭得梨花带雨，却也没有人看他一眼。二者的差距宛如天地之别。这场狂欢持续了一段时间，族内的人来的越来越多，大家都为楚风的归来而感到高兴，也为楚风提升的修为而感到高兴。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至少表面上大家都很是高兴。毕竟楚风对祖武修行界带来的改变，这份荣耀不仅仅属于楚风，还属于整个楚氏天族。但是在大家庆祝欢呼的时候，唯有一个人并没有出现，那便是楚氏天族最举足轻重的人，也是当今楚氏天族内最强的人，楚氏天族的族长大人。这位族长大人若是知道楚风归来，自然不可能不出现。之所以没有出现，其实是因为他有事外出了。至于他因何事而外出，并没有人知晓。转眼间，楚风回到楚氏天族已经有了几日时间。这几日时间内，楚风先是什么都不想的，与楚青等人放纵的豪饮了几日。虽然皆是修武者，但却也皆还具有人性。这也导致楚风这些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宣泄自己的情绪。悲伤之时需哭泣，高兴之时需狂欢。但就算具有人性，也总归是修武者。短暂的狂欢之后，所有人都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毕竟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最重要的是仍是修炼。唯有不断的修炼，感悟修武之道，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此刻，楚风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如今的住所是如此的富丽堂皇，可是当回到这富丽堂皇的宫殿内，楚风的内心却是有些落寞。他盘坐而下后，再一次进入了自己的界灵空间之内。他从祖武修行界回来已经有些时日了，但楚风却已经记不清，这是他不知道多少次进入了界灵空间。界灵空间内，女王大人盘坐在界灵空间内，一双眼眸紧闭着。平日里，楚风可是很少看到蛋蛋这个丫头这么正经的坐着，毕竟蛋蛋是那般的调皮。这么多年过去了，楚风的心性变了不少，从一个无法无天的少年变成了沉稳的男子。当年做事只随心，可如今的楚风却会考虑得更加周全。但是女王大人却始终是一副少女的心性，随心所欲，特立独行。可是现在，楚风却已经看腻了这样正经的蛋蛋，他多希望蛋蛋能够睁开他的双眼，看看自己，哪怕狠狠地欺负自己一番，楚风也是愿意。真是想不到，一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让你修炼了这么久。我的蛋蛋，听不到你在我耳边说话，我还真是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楚风借着些许酒意，来到了蛋蛋身前，伸出了手，抚摸向了蛋蛋那绝美的脸颊。可是还未触碰蛋蛋，他的手便忽然止住，随后缓缓地放下了。此刻，楚风看着蛋蛋，尴尬地笑了笑。其实平日里，楚风与蛋蛋的亲密接触也是不少，可是在蛋蛋没有意识的时候，楚风却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要说关系，这世界上怕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与楚风这般要好的人了。哪怕自己深爱的紫菱，从某些方面来讲，与蛋蛋相比，也是有着些许区别。毕竟蛋蛋从最开始就陪着楚风，亦师亦友的指点他，舍生忘死的保护他。楚风自祖武下界的青龙宗而出，转眼间走过了那么多地方，突破了那么多重修为，超越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凶险，贵人也好，朋友也好，敌人也好，楚风身边的人在不断的变换着，唯有蛋蛋一直陪在自己身边。这种情感当真是极深极深的。若论亲人，蛋蛋绝对是楚风最亲近的人之一。可是蛋蛋与楚风的关系却也是微妙的，微妙到蛋蛋清醒的时候，楚风什么都敢做；可是在蛋蛋没有意识的时候，楚风竟然觉得去碰他不太好。小丫头，你可不要白白沉睡这么久，希望你能变得比我强。我不需要你保护我，只是不希望你在我身边浪费了自己的天赋。话到此处，
楚风的眼中涌现出了浓浓的愧疚，淡淡的天赋楚风从不怀疑，只因为被封印在楚风体内，又因楚风母亲那封印结界残留的力量，极大的限制了淡淡的天赋。哪怕淡淡有那般恐怖的逆天战力，可是修为的进步却并不是很快，这让楚风感到愧疚。若不是因为他，淡淡他的修为绝对不止今日的地步。一番感慨之后，楚风将意识投射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可是刚刚回到自己的身体，楚风却是神色一动，随后看向了自己的乾坤袋。他乾坤袋内竟有一物产生了变化，那是灵兽秘宝图。这灵兽秘宝图可是一件至宝，相传这灵兽秘宝图整个祖武星域只有8个，在楚风手中这个之前，这灵兽秘宝图已经出现了6个。那6个灵兽秘宝图，每一个都记载着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秘境，那秘境内便蕴藏着传说中的秘宝。而楚风手中的这个，乃是目前出现的第7个，乃是当日在鬼宗殿的拍卖会所得。说起来，并不是楚风靠自己的本事所得，还是那位幻梦血族的族长赠予楚风的。只不过根据鬼宗殿店主的提醒，这灵兽秘宝图可不是说借灵师就能开启的，想要开启它，也需要一定的缘分。无缘之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将它开启；有缘之人，可能刚刚到手就会解开这份地图，寻的秘境，得到秘宝。遗憾的是，楚风得到这灵兽秘宝图已经有段时日，可是始终未能开启这灵兽秘宝图。不曾想今日竟然有了异动，楚风此刻欣喜万分，因为他知道灵兽秘宝图不会平白无故的有这样的异动。楚风赶忙将灵兽秘宝图取出，当其将灵兽秘宝图打开之后，那灵兽秘宝图的画卷之上竟然光芒大盛。楚风被那耀眼的光华刺得双眼有些刺痛，只是那光华只出现了一瞬间便消失了。楚风再度看向灵兽秘宝图，竟发现灵兽秘宝图已是空空如也，上边什么都没有了，就像是一个空的卷轴。此刻楚风心中一紧，该不会自己这灵兽秘宝图是假的吧？可是下一刻，楚风的双眼忽然格外的刺痛，痛得楚风睁不开双眼，就好像被先前的强光晃伤了一般。这种情况过了好一会才缓和。当楚风再度睁开双眼之际，却发现那原本空空如也的灵兽秘宝图上竟然出现了一只灵兽。那只灵兽栩栩如生，竟然还会动，就好像是一个真正的生物一般。它在那灵兽秘宝图上不停地走动着，而楚风更是一眼便看出这只灵兽身上的特殊纹路竟然是一张地图。经过一番思考，楚风隐隐判断出这地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赤州上界。赤州上界，这便是灵兽秘宝图那秘境所在的地方。哈哈，我这灵兽秘宝图居然真的开启了，真是天助我也啊！此刻楚风欣喜若狂，他很清楚这灵兽秘宝图已经开启，那地图所记载的地方应该是一个秘境。楚风刚从祖武修行界出来，正不知该去何处修炼之际，这灵兽秘宝图竟然就开启了，这简直就是天意。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听到有人在敲打自己店门的声音。楚风下意识地观望过去，双眸变化之间，他眼前的所有墙壁都变得透明，包括那店门也是立刻消失。此刻楚风能够清晰地看到店门外的情况。当楚风看到那敲打店门的人后，赶忙起身，以最快速度来到店门前，打开了店门。当店门打开后，便立刻施以大礼，因为此刻站在楚风店门外的人乃是当今楚氏天族内的最强者，楚氏天族的族长大人，你就不必多礼了。楚风施礼的动作还未做出来，族长大人便将他制止，随后走入了宫殿之中。前辈何时回来的？楚风欣喜地问道。刚回来。族长大人，楚风，听闻你已是五品武仙，原来竟是真的。这么说来，祖武修行界内的事也是真的了。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比我期望的还要优秀。族长大人满面笑容地看着楚风，目光之中竟然满满的都是骄傲。看来楚风在祖武修行界的事，他都已经知道了，那都我爷爷与我父亲的功劳，我不过坐享其成罢了。楚风说道。你小子啊，在我面前就别谦虚了。楚氏天族族长笑着说道。随后他看向了楚风手中的卷轴，问道：这可是灵兽秘宝图？前辈，您来的刚好，我这灵兽秘宝图开启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氏天族族长也是双眼放光，随后将目光投向了灵兽秘宝图。可是看过之后，楚氏天族族长却是目光一动，诧异地说道：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楚风有些慌了，还以为那灵兽消失了，于是赶忙看向灵兽秘宝图，却发现那只灵兽尚在。前辈，你看不到那灵兽？楚风问道。看不到。楚氏天族族长摇了摇头，可他明明就在啊。楚风再度看向灵兽秘宝图，那灵兽栩栩如生，就在那图纸之上。我知道了，这灵兽秘宝图是认你为主了，只有你看得到，除了你，莫说老夫，怕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了。这灵兽秘宝图还真是名不虚传，此等至宝果然神奇。楚氏天族族长一番感慨后，也是问道：这上面记载了什么？你看得透吗？应该是秘境的所在方位，除了地图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指示，只是我还没有全部参悟。对了，前辈，赤州上界离得远吗？楚风问道。赤州上界倒是不远，也是在祖武星域的东方。莫非这灵兽秘宝图上记载的秘境是在赤州上界？楚氏天族族长问道。是的，前辈。楚风点头道。说起来，我与乌马天族的族长还有些交情，只是交情归交情，那个老东西可是抠门的很，到他的地盘上拿东西，最好还是不要被他发现才行啊。楚氏天族的族长说道。乌马天族听得此话，楚风则是神色一动，随后问道：那赤州上界是乌马天族的地盘？正是。楚氏天族族长说道。这个还真是冤家路窄呀。楚风不由感叹起来。当初在祖武修行界的时候，楚风因大阵在身，可洞察一切。可是他将灵狐天族赶出祖武修行界没多久，便发现乌马圣杰离开了祖武修行界，想必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族中。而现在
这灵兽秘宝图开启，楚风为了那秘境，定然是要去赤州上界走一趟的。虽然楚风就算去，也是偷偷去，不会暴露自己，基本上不可能遇到乌马圣劫，可总归将要再度出现在同一个上界。楚风倒也觉得很是有趣。说起来，乌马天族近些年也是出了一个天才，似乎也在祖武修行界内修炼，不知你可见过？楚氏天族族长说道。乌马圣劫吧？楚风说道。正是，看来你是见过了。楚氏天族族长说道。何止见过呀？楚风忍不住感慨地笑了笑，看来你们之间还有摩擦，不过其实也是正常，年轻人皆是心高气傲，何况是祖武修行界那种地方。对了，楚风，既然你见过，那你觉得乌马圣劫这个孩子如何？楚氏天族族长问道。实力很强，天赋也很强，我若不得我爷爷留下的修炼资源，走了一个捷径，怕击败灵狐天族的称霸祖武修行界的，便不是我了。楚风说道。他这话可不是夸赞，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乌马圣劫那个丫头确实有些恐怖。如果楚风不获得阵法的力量，乌马圣劫超越灵狐铁面只是迟早的事情。能有你这样的评价，由此可见乌马圣劫的确不简单。天机尊者前段时间有一个预言，预测到祖武星域的东方会出现一位绝世奇才，此子进步神速，可媲美灵狐天族的第一天才灵狐鸿飞。天机尊者还预言此子与灵狐鸿飞注定要有一战。楚氏天族族长说道。这件事在祖武修行界内我也是有所耳闻了，听闻外界猜测乌马圣劫便是那个人。楚风说道。的确如此，虽然乌马圣劫未曾参加过祖武实星的比试，但他的天赋却已经得到各方的认可，所以这个绝世奇才被预言而出，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乌马圣劫。楚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楚氏天族族长问道。灵狐鸿飞的名气我也听说过，不仅是祖武实星之首，其实力更是远超祖武实星第二位，是当今祖武星域第一天才，甚至还有人认为灵狐鸿飞的天赋超越了我的父亲。楚风说道。的确如此。楚氏天族族长点了点头。那前辈您觉得灵狐鸿飞的天赋真的有那么恐怖吗？楚风问道。灵狐鸿飞我倒的确见过，此子的确是人中之龙，当今祖武星域第一天才之名，可谓是实至名归。可与你父亲相比的话，话到此处，楚氏天族族长并未继续说下去，可是他却笑着摇了摇头，他的意思已是不言而喻。我未见过我父亲年轻时的样子，可是他的事情我也是听说过，我也觉得灵狐鸿飞不配与我父亲相比。而当初我父亲名震祖武星域，知道他事迹的人应该很多，怎么对比灵狐鸿飞也是不如我父亲，不知怎么会有灵狐鸿飞将超越我父亲的说法。楚风有些愤愤不平，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当年的事迹明明逆天到了无人可比的地步，可那些人却说一个不如他父亲的人比他父亲强。楚风自然不爽，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修武者的世界也是到处都是虚假的人，灵狐鸿飞能有这么高的评价，除了一小部分人真的愚钝外，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背后乃是灵狐天族，他的家族让人不得不去吹捧他。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楚风忍不住叹息一声，因为他觉得楚氏天族族长说的很对。你还没说，对于这场预言之战你是如何看的？楚氏天族族长问道。灵狐鸿飞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我不了解，但乌马圣劫我不仅见过，还曾交过手。虽说现在的乌马圣劫还不如灵狐鸿飞，但是日后追赶上的话，我觉得乌马圣劫有这个潜力。楚风说道。我试问，你觉得大家猜测乌马圣劫是那个预言之子，你觉得这个猜测准确吗？楚氏天族族长问道。晚辈并不确定。楚风说道。相比于你的不确定，老夫则是觉得这个猜测完全错误。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前辈为何有此猜测？楚风问道。因为那预言之子明明在老夫面前啊。楚氏天族族长笑眯眯地看着楚风，那目光之中竟是满满的期待。前辈真是过誉了，怕只有您这样认为。楚风笑着摇了摇头。怎么，难道这点自信都没有了吗？你可是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你的天赋又岂是他人可比？况且现在外人皆说那灵狐鸿飞比你父亲楚轩辕的天赋还要厉害的，乃是祖武星域有史以来天赋最恐怖的一个天才。难道你就不想以楚轩辕儿子的身份打破这个谣言，让世人明白一切吗？楚氏天族族长问道。听得此话，楚风的双拳不由暗暗握紧，随后说道。前辈，晚辈明白你的意思了，不管预言如何，我会让世人明白，那灵狐鸿飞连楚轩辕的儿子都是不如，就更不可与楚轩辕相提并论。好，这才像我认识的楚风，这才像楚轩辕的儿子。见楚风如此，楚氏天族的族长也是欣慰的点了点头。对了，前辈，你这段时间去了哪里？楚风问道。去了方氏天族。楚氏天族族长道。方氏天族可是有何事吗？楚风问道。方氏天族乃是我大千上界灵界的主宰者，在方氏天族主宰的上界与我大千上界的中间有着一颗星辰，因为上面遍布紫色的树木，因此叫做紫树凡界。紫树凡界上面有着一些修炼资源，虽然不多，但是贵在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出，倒也算是有些价值。本来在老祖在的时候，那紫树凡界一直都是属于我楚氏天族的，可是在老祖死后，方氏天族就声称那紫树凡界是属于他们的，而我楚氏天族自然也不会将属于自己的领土让出去。这么多年来，这紫树凡界的争夺一直持续着，我族强盛时，那紫树凡界便归我族掌控；方氏天族强盛时，便归方氏天族掌控。而自从你爷爷那个时候重创过方氏天族一次后，方氏天族便一直不敢再踏入紫树凡界，这紫树凡界便一直归我楚氏天族掌管。可是近几年，方氏天族又开始进入紫树凡界，因为一些原因，现在那紫树凡界之内，我楚氏天族与方氏天族都有驻扎开采。不过，同在一方世界抢资源，冲突再说难免。现在星域主界愿意出来调解，所以我此次前去就是谈此事。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前辈，那结果如何？楚风问道。
争论无果后，新域主界倒是出了一个主意，以武来争，胜者可得那紫树凡界的主宰权。处世天族族长说道：“莫非败了？”楚风问道：“那方是天族的族长，不过是四品尊者，我若与他斗，怎么会败？”处世天族族长苦笑着摇了摇头：“那怎么回事？”楚风看出来，这结果似乎并不满意。其实，若论两族实力，方氏天族不如我族，他们近几年赶来争，其实就是有所依仗。他们的依仗便是新域主界内的一位长老，新域主界自然是向着方氏天族的。所以这个以武来争，既不是放任我处世天族方氏天族去斗，也不是我与方氏天族的族长进行一场决斗，而是小辈之间的一场切磋。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小辈。”楚风目光一动，准确来说是360岁以内的小辈。处世天族族长说道：“360岁。”听得此话，楚风的脸色有些变了。这个数字着实古怪，这其中必定有着内幕。方氏天族359年前出现了一个天才，叫做方化龙。那方化龙的实力的确有些实力，同年龄中，我处世天族还真就没有可以胜过他的。处世天族族长说道：“这也太欺负人了，定下这样的规矩，还不如直接跟我们呢说，让我处世天族把紫树凡界让出去算了。”楚风很是气愤，这新域主界也实在太过恶心了一些。再想到当年他的爷爷和父亲也都是被新域主界逼走的，楚风对这个新域主界就越发的憎恨。这就是新域主界的行事风格，他们不会直接帮别人去抢你的东西，但却会让你不得不放弃。其实当新域主界的人宣布这个解决方式之后，我也觉得这紫树凡界是保不住了。但是当我回到族中，听闻你已经归来，并且还是5品5仙之后，我却又看到了一线生机。处世天族族长看向楚风的眼眸之中充满了炙热的目光，那目光之中写着4个字：寄予厚望。前辈，那方化龙是何修为？楚风问道。之前听闻乃是6品5仙，但是现在在闭关，想必快要出关了。出关之后搞不好会踏入7品5仙。处世天族族长说道。那前辈，这由新域主界安排的这场以武来争什么时候开始？楚风再度问道。倘若那方化龙只是6品5仙，楚风则完全不把他放在眼中，可倘若按方化龙出关后乃是7品5仙，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胜他，所以楚风也需要一些时间，尽可能的让自己变强一些。毕竟事关处世天族的一个凡界掌控权，楚风不想出现意外。2个月后，我处世天族族内举行，到时候新域主界的人也会到场。处世天族族长说道。2个月，这么快？楚风眉头皱了起来。定下2个月后，也是因为那方化龙出关的时间快到了。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太不公平了。楚风很是不爽的说道。的确很不公平，不过可能是苍天也想帮我处世天族吧，才让你在祖武修行界内有了如此大的进步。处世天族族长看着楚风说道。前辈，倘若那方化龙出关后突破失败，仍是6品5仙，楚风绝不惧他，可他若是7品5仙，我也没有把握可以胜他。楚风说道。我知道这件事难为了你，不过好在你已踏入5仙境，可以进入血脉祭坛了。处世天族族长说道。血脉祭坛那是什么地方？楚风问道。是一个唯有100岁以内踏入5仙之人才能开启且进入的地方，你父亲与你爷爷都曾进去过，而他们2个也都在血脉祭坛中有了不小的收获，我相信你进入其中也定会有着不小的收获。处世天族族长说道。血脉祭坛是修炼之地？楚风问道。说是修炼之地倒也不是不可，只是血脉祭坛却不是一个寻常的修炼之地，它只对天级血脉者有作用。首先想要开启血脉祭坛，必须需要一个年龄在100岁以内却踏入5仙境的天级血脉者才行。因为这个特殊的条件，我处世天族的血脉祭坛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开启过了。在你父亲那一代，就算除了你父亲，还有正法他们，而现在我处世天族若是除了你，便没有一个真正的天才了。话到此处，处世天族族长感慨万分，因为倘若不是楚风在100岁以内踏入了5仙境，怕是他处世天族的血脉祭坛就真的再也没有人可以打开了。处世天族族长有一种预感，处世天族后辈一代不如一代，楚宣正法他们怕是最后的辉煌了。一直下去，处世天族的落寞在所难免。但是楚风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这个局势，甚至还有可能帮助他处世天族登上新的巅峰。但是这种变化却还是依靠楚汉仙与楚轩辕的后人，倘若没有楚风，那真是不堪想象，所以他才会有如此感慨。那前辈，这血脉祭坛之内到底拥有着怎样的力量？楚风问道。随后处世天族族长便为楚风详细的讲述起来关于这血脉祭坛的事。首先，这血脉祭坛之内可以领悟到关于血脉之力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让人的修为增强。不过血脉祭坛却关系极大，只要开启，不仅楚风能够得到收获，整个处世天族的人都可以得到收获。首先，血脉祭坛开启后，所有小辈都可以进入祭坛之中，只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血脉祭坛深处去领悟那源自于血脉深处的力量。但是血脉祭坛之内却藏着诸多强大的仙法，就连仙境武技也是有着不少。那些仙法与武技虽然不能带走，但可以进行领悟。而虽然100岁以上者无法进入血脉祭坛，可是也会有着一定的收获，这个收获将与楚风有着直接的关系。血脉祭坛连接着8座血脉修炼阵，这血脉修炼阵如今都是关闭状态，但是当楚风进入血脉祭坛深处后，是有机会将血脉修炼阵激活的。楚风从血脉祭坛深处顿悟的力量越强，那血脉阵激活的便越多，而血脉阵激活的越多，那么血脉修炼阵内的力量便越强，修炼起来效果也就越好。能够激活多少座血脉修炼阵，也是鉴定天赋的一种方式。提起这血脉修炼阵，老夫当年只激活了1座。处世天族族长苦笑着摇了摇头。那正法前辈呢？楚风知道楚轩正法也是一代绝世奇才，
他也一定进入过血脉修炼阵，也是一座。处世天族族长说道。那我爷爷呢？楚风问道。7座。处世天族族长说道。竟是7座。听得此话，楚风面色大变。处世天族族长与楚轩正法皆是一座，由此可以推断出，想要从血脉祭坛中领悟到力量是多么的难。可是他的爷爷居然激活了7座，这差距也未免太大了一些。也不怪你如此震惊，要知道我族老祖楚叶天虹也只是激活了5座而已。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听得处世天族族长这样说，楚风也是心中一惊。楚叶天虹那可是处世天族公认的老祖级人物，也是处世天族最受人敬仰，是处世天族内无人可取代的人物。毕竟是楚叶天虹带着处世天族一路征战，从下界来到上界，且成为了这大千上界霸主的。而楚风来到处世天族后，也听不少人提起过楚叶天虹，得知楚叶天虹实力极强，他若是活得久一点，处世天族所掌握的领地绝对不仅一个区大千上界。但是楚叶天虹操劳过度，身患重病，所活时间并不是很久。他若不死，他的修为还会继续增进，因为他的天赋是非常的恐怖的。可就是这样一个老祖级人物，却也只是激活了5座血脉修炼阵，这就更是看出了他爷爷的厉害。不对啊，前辈，难道这血脉祭坛不是我族老祖建造的？忽然，楚风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本以为这处世天族内的一切都是老祖所留下，也包括这血脉祭坛，但是现在来看，似乎并非如此。倘若老祖有创造血脉祭坛的本领，又怎可能只激活5座血脉修炼阵？从血脉祭坛中顿悟的力量，都远不如他爷爷呢。血脉祭坛的确不是我族老祖所建，乃是一位神秘的大人所建。那位大人并不是我族5星域的人，是游历浩瀚修5界，刚好来到了族5星域，碰巧遇到我族老祖的那位大人，乃是老祖遇到的贵人，也是我处世天族的恩人。毕竟他留下了这血脉祭坛，来帮助老祖，帮助我处世天族。处世天族族长说道。看来没人知道那位大人的身份。楚风问道。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的左手异于常人，比寻常人的左手要大上100倍，身后背着9999把利剑，那利剑每一把都威力极强，可洞穿世界，毁灭一方。而那位大人的实力就更是恐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可在挥手间抹杀族5星域的任何一个人。那是一个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将整个族5星域毁掉的大人物。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听到这里，楚风体内热血翻腾，不仅惊叹那位的强大，也开始向往那样强大的力量。其实我年少之时也一直想知道这位大人是谁，毕竟是帮过我处世天族的恩人，还是想要报恩的，哪怕见到他道声谢也是好的。可是仔细想想，就算知道那位大人是谁也是没用了，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位大人也早就不在人世了吧？谁让修武者的实力再强，也终将受寿命所限呢？处世天族族长摇了摇头。那前辈，我父亲他激活了几座血脉修炼阵？楚风问道。轩辕他也是7座血脉修炼阵。处世天族族长说道。父亲居然不输爷爷，真是厉害。楚风内心窃喜，他爷爷与他父亲皆是在族5星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说，也都成为那个时代无人可以匹敌的最强天才。可正因为不在一个时代，所以想要评定他们父子2人的天赋，就只能靠猜测。族5星域有着多种说法，老一辈皆是认为楚汉仙更强，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楚汉仙舍我其谁的时代，甚至亲眼见证了当年之事。可小一辈如楚轩正法那些人，则是认为楚轩辕更强。道理很简单，他们也是亲眼见证了楚轩辕的无人可敌。可若叫楚风去猜，他很难去猜，毕竟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爷爷，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可是若是能选择，他更希望他的爷爷与他的父亲不相上下，一样强大。而眼下处世天族族长所说的这个结果就还不错。不过可就在时，处世天族族长却又开口了，看他那欲言又止的模样，楚风则是追问道。前辈，不过什么？不过你父亲当时差一点就激活了8座血脉修炼阵，只是第8座只成功了一半，最后又渐渐熄灭，所以才是7座。可是你爷爷当年就是7座，第8座血脉修炼阵没有任何激活的迹象。虽然不能说轩辕的天赋胜过你爷爷，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在那血脉祭坛中，你父亲的收获比你爷爷要多少一些。处世天族族长说道。竟然还有此事，父亲大人果真厉害。听到这里，楚风感觉体内的血液变得越加沸腾了。就如同处世天族族长所说，只是通过一个血脉祭坛，倒是无法确定楚轩辕的天赋比楚汉仙要强。可是至少在血脉祭坛领悟之中，楚轩辕应该是领悟的更多，至少这一点上，楚轩辕也可以算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而楚风他身为楚轩辕的儿子，楚汉仙的孙子，他的身前有着2座难以跨越的高峰，那是楚风的骄傲，却也是楚风想要超越的存在。此次终于有机会与爷爷大人和父亲大人一较高下，楚风也是不由得变得兴奋起来。轩辕他的确不负绝世奇才之名。处世天族族长笑着点头。不对啊，前辈，不是说血脉祭坛我有小辈可以开启，但是老祖他当年已经来到大千上界，难道老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未到100岁的小辈？忽然楚风问道。老祖当年的确不是小辈了，但你不要忘记，那位创造了血脉祭坛的大人可是在的，有那位大人在，一切规则自然可以修改。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原来是这样。听处世天族族长这样一说，楚风便明白了。与此同时，又忍不住再次感叹那位大人的强大。楚风啊，有一件事还要与你说。忽然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前辈请讲。楚风说道。你爷爷与你父亲从那血脉祭坛走出后，都与我说过相同的话，进入血脉祭坛，领悟力低者只能领悟到修武之道，就算修为可以提升，可却并非血脉之力的提升。但天赋若强者，不仅可以领悟到修武之道，还可领悟到血脉之力，
正所谓一心不可二用，此话在血脉祭坛之中更是适用。所以你若是遇到这种二者选一的情况，务必顿悟血脉之力，修为以你的天赋迟早都会提升。可是血脉之力想要提升，可就太难了。这可不是我对你的劝告，而是你爷爷与你父亲给我处世天族族人的劝告，你明白吗？处世天族族长说道。晚辈明白。此刻楚风将这件事铭记于心。其实楚风在登上天雷台那传说中第10重的时候，有天雷自9天劈落而下，击中了楚风。那个时候楚风得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法，名为天雷9重斩。这天雷9重斩既不是武技，也不是仙法，也不是秘技，因为它的逆天程度绝非武技与秘技可比，更不是仙法可以堪比的。这天雷9重斩共有9斩，一斩比一斩要难，但威力却是一斩胜过一斩。只要练成第1斩，就可以斩杀比自己实力强上足足1品之人。可想而知，这天雷9重斩若是全部练成，会释放出怎样可怕的力量。可就是这样一个厉害的手段，楚风却是到了现在也没有掌握，就连第1斩都没能掌握。之前楚风觉得到了5仙境也许可以进行修炼，可是到了5仙境后，楚风却发现想要修炼这天雷9重斩，不仅仅是修为受限，对血脉之力的掌控也有着极大的要求。目前来说，以楚风对体内血脉之力的掌控，还无法修炼这天雷9重斩。但楚风却觉得这血脉祭坛也许是一个机会，倘若真的如他爷爷和他父亲所说，这血脉祭坛内可以顿悟到提升血脉之力的力量，那么也许楚风就能够驾驭这天雷9重斩了。这对楚风来说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也许也将是一个难以再遇到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前辈，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启那血脉祭坛？楚风问道。现在的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血脉祭坛，这不仅仅是对他爷爷与父亲的挑战，更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难度极大，可正因如此，楚风才如此的迫不及待。你做好准备了吗？楚世天族族长问道。做好了，楚风说道。既然如此，那明日便可开启。楚世天族族长说道。血脉祭坛在楚世天族的禁地，平日里小辈们根本无法进入此处，但是今日楚世天族100岁以内的所有小辈都可以进入这禁地之中。禁地深处，一座宏伟的建筑宛如山峰一般屹立在那里，这便是血脉祭坛。血脉祭坛之巅有8道巨大的锁链延伸而下，向8方延伸而去，分别连接着8座山峰，而那8座山峰便是与血脉祭坛有着绝对关联的8座血脉修炼阵。而眼下在那血脉祭坛的对面，则是人山人海，不仅仅是楚世天族的小辈们全都来了，就连楚世天族的老一辈人物也到场了许多，除了负责守卫以及身有要职的人员，可以说今日楚世天族的所有人都来到了此处。天上地下皆是楚世天族族人的人影，他们整齐而立，宛如一道人墙竖立在那天地之间。而此刻，无论是老一辈强者还是小一辈的新秀，都将目光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便是楚风。此刻楚风在山峰底部，顺着一条石头砌成的小路，正一步一步走向了血脉祭坛。他每落一步，那石头都会闪烁出一道奇异的光华，而那血脉祭坛也会有着一些反应。5仙境的小辈，只有5仙境的小辈才能登上那条路，也唯有5仙境的小辈才能在登上那条小路后，让那血脉祭坛有所反应。此刻所有人都在看着楚风，心情紧张的同时，楚世天族的众人却也是神色复杂，感慨万千。遥想当初楚风刚回到楚世天族之时，面对了多少质疑与嘲笑还有敌意，但是现如今他却是全族瞩目的存在。不仅仅是小辈，就连老一辈人物也对楚风充满了期待，他们都在期待着楚风能够开启血脉修炼阵，毕竟那血脉修炼阵对他们来说也有着一定的作用，搞不好能让迟迟无法突破的他们有所收获。可是就在大家都将目光凝聚在楚风身上之际，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异动，竟是楚世天族的族长以及太上长老楚汉鹏。这2位可以说是当今楚世天族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有权威的人物，稳坐楚世天族第1与第2把交椅。而眼下随着2人而来的还有2道身影，那是一个和尚和一个道士。那个和尚的胡须很长，竟然足有3米，比他的身高都要长。不过那胡须并没有落地，而是无风自动般的在半空之上漂浮着，并且若仔细观看，他的周身竟闪烁着道道星光，就仿佛万千星辰围绕着他旋转一般，一看就绝非寻常之辈。而那个道士也是非同一般，他身穿白色道袍，身上刻满结界印记，单用看的也知道他身上这道袍乃是一件至宝。这道士一头白发如雪，胡须竟比那和尚还长，足有5米多，但那胡须却也如和尚一般飘在半空之中，宛如具有灵性一般自由浮动。看到那2个人后，小一辈的还好，老一辈的则是面露惊色。一时之间，不仅老一辈的面露敬畏之色，还赶忙暗中传音督促小辈们注意言语不得无礼，因为这2位可都是祖武星域大有名的存在，是真正的大人物，对于楚世天族来说也是绝对的贵客，同时也是楚世天族所得罪不起的存在。那和尚便是在祖武星域有着第2届灵师之称的星辰圣僧，而那道士同样大名鼎鼎，他的结界之术虽然不如星辰圣僧，但也只是差了一点点而已。此人名为白龙魔道士，这个外号在整个祖武星域那也都是非常响亮的存在。说来也是巧，这2位大人物乃是好友，向来无拘无束，云游四方，今日刚好路过楚世天族，便来到楚世天族之中，想要饮杯茶而已。却他们听闻如今楚世天族内有一件大事发生，而这2位也刚好都是喜欢看热闹的主，便想要来看看。按理来说，楚世天族禁地外人是可不进来的，但是奈何这2位身份超然，楚世天族实在是不敢拒绝。这不，
处世天族不仅让这2位进来了，还是由处世天族族长和楚汉鹏这2位处世天族的最强者亲自去接待过来的，由此更是彰显了这2位的身份与实力。这便是血脉祭坛，还真是气派啊！处世天族是有大气运的天族啊！看到那血脉祭坛后，白龙魔道士也是不由也是目露惊叹。身为强大的界灵师，他更是能够看出这血脉祭坛的利奥的。至少这样的手笔，他是根本无法建造而出的。正因他建造不出，他才能够联想到当初处世天族遇到的那位高人是何等的存在。若是那位高人多帮你族一点，现在这祖武星域怕是轮不到那灵狐天族呼风唤雨了。白龙魔道士看着处世天族族长说道：“白龙兄，您这样说可就是见笑了。我处世天族可不敢与灵狐天族相比。”处世天族族长说道：“谦虚什么？若是楚汉仙与楚轩辕父子2人还在一个，这祖武星域就绝不只是今日的情况。”白龙魔道士说道：“话说楚轩辕那个小子什么时候出来啊？”白龙魔道士再度问道。他此话一出，处世天族族长神色一动，因为白龙魔道士这可谓是话中有话。他知道处世天族根本关不住楚轩辕，若不是楚轩辕自愿，处世天族不可能把楚轩辕关押起来。所以他猜测楚轩辕什么时候再度出现，完全看楚轩辕自己，与处世天族关系不大。听得此话，处世天族族长以及楚汉鹏等人的目光都是微微变化，而白龙魔道士似乎意识到自己此话有些不妥，倒也没有继续追问，还不待处世天族族长回答，便说道：“那个年轻人便是楚轩辕的儿子楚风吗？那正是楚风。”处世天族族长说道：“这楚风进步可真是快啊，这一转眼的功夫居然就5品5仙了。”星辰圣僧看着楚风，不由露出了赞叹的目光。5品5仙，小辈之中倒也算是1号人物了，只是可惜呀。然而相比于星辰圣僧的赞叹，那白龙魔道士在打量一番楚风后，可就是话里有话了。“白龙兄，你在可惜什么？”星辰圣僧问道。“可惜他是楚轩辕之子，这个年纪只是这个修为，实在说不过去。依我看，楚轩辕还是尽快再生几个孩子吧，否则后继无人哥。”白龙魔道士笑着说道。而听得此话，处世天族也有不少人目光中涌现出不爽之色。毕竟楚风已是当今处世天族内最利奥德的小辈，可这白龙魔道士的话语之中竟还是满满的讽刺，这自然让人不爽。但不爽归不爽，却也没有人敢表露出来，更没有人敢说什么。“白龙兄，话可不要这样说，天赋这种东西有展现的早的，也有展现的晚的。相比于楚轩辕当年的一鸣惊人，这楚风可谓是稳中前行，我觉得此子日后必成大器。”星辰圣僧说道。“必成大器？呵，星辰兄，这楚风今日若是能够激活4座血脉修炼阵，我这符尘便送与你。”白龙魔道士说话间，手腕一转，一个碧绿色的符尘便出现在了手中。看到这符尘，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这符尘可是一件至宝啊！好，看着白龙魔道士手中的符尘，星辰圣僧点了点头。可若是那楚风连4座血脉修炼阵都激活不了呢？你又当如何？白龙魔道士反问道。哈哈，是你说若是楚风无法激活4座血脉修炼阵，便要符尘送与我的，我可没有说过要与你赌什么呀。星辰圣僧笑道。这么说来，你也根本就不看好这楚风，不过是嘴上夸赞而已，虚伪啊，星辰兄。白龙魔道士说话间便将手中的符尘收了起来。我说了，楚风的天赋会一点一点展现，这血脉祭坛的成绩并不代表他以后的成就。是你说那楚风无法激活4座血脉修炼阵的，老僧我又没说什么，你若怕了，大可以将先前的话收回去。放心吧，白龙兄，老僧我是不会难为你的。星辰圣僧笑眯眯的说道。我白龙向来说话算话，只要能楚风能激活4座血脉修炼阵，我定将那符尘送你。不过星辰兄，你可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因为我怕那楚风不争气。嗨，星辰兄，你白期待一场啊。白龙魔倒是笑眯眯的说道。哈哈，老僧我可不怕空欢喜，只怕白龙兄你到时候心疼。星辰圣僧也是哈哈一笑，那就走着瞧个。白龙魔道士也没有丝毫怒意，反而表现得很无所谓。换做旁人这样聊天，怕早已是火气十足。可是这2人并没有，因为他们当真是多年挚友，平日里斗嘴只为取乐，早就习以为常了。楚风他进去了。就在这时，有人惊呼一声，随后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才发现那血脉祭坛底部的大门已经打开，而楚风他的确已经进入了那血脉之中。下一刻，那血脉祭坛之上雷光涌动，整个建筑都被道道9色的雷霆所覆盖，这方天地都被那雷霆映照成了9种颜色，一眼望去煞是壮观，好壮观的景象，这在祖武星域也是少见的美景啊！这血脉祭坛当真是大手笔，当真是大手笔啊！此刻莫说星辰圣僧，就连白龙魔道士也是不由得感叹起来，连这样的人物都是目露惊叹。由此可见，这血脉祭坛此刻那被9色雷霆覆盖的景象是何其震撼。当楚风进入血脉祭坛之后，处世天族的众位小辈们也是变得格外兴奋，一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进入血脉祭坛，但是却没有人敢擅自而动，而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处世天族的族长，他们都在等待着一个命令。我族众小辈听令，血脉祭坛内有多座结界门，每道结界门内都藏着一本技法，而受阵法所限，每个人只可进入其中一道结界门，无论是仙法、武技或是秘技，只可领悟一本技法，所以挑选需谨慎，因为你们只有一次机会。还有就是打开结界门需要一定的难度，可能需要结界之力，也可能是需要破解阵法，又可能是凭借武力便可开启，总之各有不同，你们需量力而行，可破的便努力破之，若是不行便趁早去选择其他的结界门，否则时限到了，你们便会被血脉祭坛的力量自动传送而出。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若多人看中一道结界门，切勿争抢，先站在门前者便有破门的资格。若有人想强行抢夺，可到刑罚部去说明。对于强行抢夺者，定会严惩。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处世天族族长高声问道。回族常大人，吾等明白。处世天族众小辈发出了比雷鸣还要响亮数倍的声音。好，进去吧。处世天族族长挥了挥手，下一刻，处世天族的众位100岁以内的小辈便各自以最快的速度飞掠而出，同时向那道血脉祭坛的大门飞掠而去。这血脉祭坛之中是一个长到看不到尽头的长廊，长廊两侧是一道道结界门，这结界门上面皆是有着一个牌匾，牌匾上面或是写着仙法的名字，或是写着武技的名字，甚至还有秘籍的名字。这牌匾便代表着这结界门内有着怎样的技法，这牌匾便是小辈们最具有诱惑力的指引。然而，就如处世天族族长所说，想要打开那结界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且门内的技法越是强大珍贵，那门自然便越是难以打开。只是哪怕明知如此，处世天族的众位小辈们还是在挑选着各自最感兴趣的结界门。然而，在他们都在挑选结界门的时候，楚风却也进入了一道结界门。这道结界门就位于血脉祭坛的入口不远处，牌匾上面写着秘技真魂分裂。这秘技的手段其实很简单，它只是一个分身术，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没有任何的诱惑力，所以看到这个牌匾，大家根本没注意有没有人进去过，便自动忽略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他们这种境界的人来说，分身术简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手段，每个人都会。可正因为如此，楚风才选择了它。楚风觉得这个手段应该没有那么简单，而事实上也如楚风所想一样，这秘技真魂分裂果然很不同寻常。若是施展而出，它不仅具备着与主人相同的战力，可以替主人征战，最重要的是它模仿主人魂魄，就算是戒灵术的高手也难以分辨出它的真假。楚风觉得，若是用将这真魂分裂用作直接的攻击手段，效果怕是微乎其微，可若出其不意，以障眼法的形式发动奇袭，那效果怕是非常不错。秘技可是具有灵魂的，想要征服秘技可不容易，但可能是因为这血脉祭坛的原因，也可能是楚风的魅力。这秘技出现之后，竟立刻融入楚风体内，二者连交流都还没来得及，这秘技就已经彻底属于楚风，受楚风所用了。得到秘技，楚风便自这结界门走出，当他走出后，那道结界门便消失了。这也正常，毕竟秘技与仙法或武技不同，它不是修武者去领悟就行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只能跟随一个主人。这秘法被楚风所得，这结界门内便是空的，摆在这里自然也是无用。楚风继续前行，也会继续观望两旁结界门上的技法，但无论是怎样的技法，楚风都没有止步，不是没有他感兴趣的，只是这血脉祭坛的力量控制着一切，每个人只能进入一道结界门，从中走出后便无法再进入其他结界门了。哪怕你可以将门开启，但也没有办法进去。一路走来，凡是看到楚风的小辈都会热情地与楚风打招呼，甚至不少人都向楚风道谢。这也难怪，毕竟是楚风开启的这血脉祭坛，若没有楚风，他们哪里有机会进入这血脉祭坛挑选这里的技法。要知道，这里的技法可不属于处世天族，皆是那位神秘大人所留下来的呀。可是走着走着，楚风却是忽然神色一动，这一路过来，哪怕有人与他打招呼，却也只是短暂的打个招呼，随后便立刻专心的想办法去破开自己挑选的那道结界门。毕竟机会难得，时间有限，大家都不想白跑一趟。但是此刻，在楚风的前方竟然聚着一群人，这群人居然把这长廊都挡住了，他们是在看着什么热闹？楚风也好奇是什么样的热闹能让这群人不惜浪费如此宝贵的时间。好奇心作祟之下，楚风目光一动，那些人便一一消失。终于，楚风看到了这群人所注视的焦点，那是一道结界门，结界门上的牌匾写着5个大字：仙境破空斧。看名字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利奥德的仙境武技。而在这仙境破空斧的门前，还站着一名男子。只是这名男子不仅没有去破解那结界门，反而是背对着那结界门的。原来，在那男子身前躺着一名女子，男子应该是与人争夺这结界门，而与他争夺的人，明显就是那名女子。眼下，男子占据了上风。其实，哪怕处世天族族长已经明令禁止不许争夺，可是这种事还是发生了不少。楚风一路走来就见了不少，但如眼前这般引人瞩目的，倒还是第一个。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躺在地上的那名女子吧。这个女子，其实楚风也认识，她乃是楚月。